在每一个简历点评的过程中呢，大家都可以给每个简历打出你自己心中的评分，最低分是1分，最高分是5分。那每个简历点评完呢，我会说出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简历该得多少分，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给出的评分跟你想象的评分是不是一样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多说一些建议跟一些鼓励的话，而不是说一些不好的话，因为咱们每一个把简历发给我的小伙伴，他愿意把自己的简历分享给大家，给大家做参考，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无私的行为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每一个人在说话之前呢，尽量换位思考。你可以喷我，但尽量不要喷人家。好，咱们先来看第一个简历。借着这第一份简历呢，咱们先来聊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是从阅读者的体验出发。我个人觉得有3点，大家可以做参考的。第一点呢，就是不要让浏览轨迹特别的累。第二点呢，就是不要让阅读者的浏览时间特别的长。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让阅读者在浏览时感觉到不适。这3点呢，其实在这位同学的简历上其实都有体现。首先，这位同学呢，采用了一个左右的结构，左右的结构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东西，因为你在阅读的时候呢，在无形之中会让阅读者多了一个选项，从左开始读还是从右开始读，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本来呢，其实简历可以一字形的一个轨迹下来，但是左右结构呢，如果我想完整读完，我必须要采用一个 N 字形的一个结构浏览的轨迹。那这个就是你把人家的轨迹给抻长了，抻长之后导致的直接问题是什么呢？我的耐心可能就降低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阅读时间。首先你的轨迹抻长之后，人家的阅读时间肯定就增加了，但是呢，耐心是恒定的。你如果降低人家的耐心，你又要增加人家的阅读时间，那说明你这个简历是看不完的。那另外呢，就是容易奖项、自我评价跟职业技能这3点的很多内容是重合到一起的，就完全可以融合到1点里边来写，但是你又非得写了3点，这又抻长了这个阅读的时间。第3点呢，就是不要让人觉得不适。什么叫不让人觉得不适呢？我们要搞清楚，大家招人的时候招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那当然是最优秀的那个人呢。其实很多时候也并不是这样。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有的人招的是下属，有的人招的是同事，他们招的可能未必是能力最强的那个人，但一定是他最喜欢、最希望来的那个人。那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说的一些话呀，你表达的一些东西，让人觉得我很不爽，那我可能我就不想让你来。那这个简历呢，其实整体来说的话还是比较 OK 的，但是有些细节大家可以品一品啊。熟练掌握 C 跟 Python 等编程语言以及算法，对互联网产品的运营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知晓人工智能方向的前沿知识。这个是这位同学的自我评价，我是特别不建议写自我评价这种东西。你要么呢写的就是痞一点，觉得你这个人有趣一点，要么你不写。你写这个东西，这种特别硬的自夸呢，就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不是说这位同学问题有多大，但这种表达是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我们从阅读者体验来说的话，这个简历的体验不能说差吧，只能说是一般。这位同学呢，在邮件里边也提到了，他已经拿到了一个 AI 产品助理实习方向的这么一个 offer 了，他已经在实习了。但是这个简历确实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个人的经历也非常好。还有一个，这个简历有个很致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联系方式这一栏，每一个这个联系方式之前都有一个 logo 嘛，微信这一项的 logo 它竟然放了一个 GitHub 的 logo，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大忌，就是会觉得你特别不专业。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板块的优先级排序啊，左边的咱就不说了，其实左边就是一些基础信息，怎么排问题都不会太大。右边教育背景放在第一，项目经验第二，容易奖项第3，自我评价第4，后面3个没什么问题。你把教育背景放在了第一，其实用人单位在招人的时候，他最关心的是你的能力模型是否跟他的需求所匹配，所以呢，他最关心的肯定是你过往的一些工作经验，或者是你的这个上学的时候做的一些研究是不是跟他的需求匹配。但是呢，你把教育背景放到第1位的话，就会让人觉得你最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是你的教育背景。当然呢，从沈阳工业大学读研读到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确实能证明你的能力很强，但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定把它放在最上面。我个人还是建议把项目经验放在最上面，然后呢，把教育背景如果是你这边简历的话放在第2位，然后咱们再看这个内容，左边这个基本信息，民族汉，这个我觉得不是特殊情况也没有必要写吧。职业技能，就这个你这个能力值这个东西不要写，一定不要写。尤其你还是一个做产品的，我也是做产品的，我现在就问你一句，你这个能力值你是基于什么东西来做的判断？你是以什么为标准来评估的？面试官这么问题，你能回答上来吗？而且你是一个做产品的，你的这个能力值里边最弱的这一项竟然是产品策划，那我为什么要招你啊？就能力值这个东西真的不要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你评估的东西呢，面试官也不会认可，所以呢，这个东西就会让人觉得，一个你不严谨，另一个你这个自我评估很模糊，会让人觉得特别不好。所以呢，我在此跟大家说一下，职业技能这一项弄成这种能力值的样式是一个大忌。你如果要写你的技能，那你就把它罗列出来就行了，你也不要写什么熟悉、精通，这些都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评估，人家不认可。那我们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证件？为什么要有4级证、6级证？是因为它有一个评估标准，你分数在哪儿？但你这些东西你整一些虚无缥缈的，就是减分项了。然后咱们再看右侧的这些内容，右侧项目经验什么的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就是少一些数据，可以考虑加一下。问题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容易奖项跟自我评价
刚刚我提到了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嘛，然后荣誉奖项这里边大学6级、软考中级、软件设计师这2个是正件，这不是奖项。就如果你这个奖项不是特别能突出你能力的，就没必要写，不要把你所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都罗列出来。很多时候你写不好了，不仅不加分还减分，那你为什么非得要写它呢？对吧？所以我个人就建议你把这个荣誉奖项，如果你非要写的话，你就把国家励志奖学金跟校医等奖学金留下，其他的就没什么必要了。这位同学的简历给3分吧，中等偏上水平。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不是一直在说他这个简历不好吗？为什么还能给3分？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简历做是一方面，然后你简历的内容也是一方面。这位同学确实他的经历也好啊，他的成绩也好啊，他学习能力也好啊，确实很强。就算你简历做的不是那么的好，这些东西也多多少少体现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打铁也需自身硬。接下来咱们看第2份简历，这份简历呢是我一位老粉在1个多月之前就发给我，希望我能帮他改一下。这位同学其实很优秀的，当时他就拿到了京东跟美团2家公司的实习offer，都是通过这份简历来拿的。但这个简历同样呢，它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确实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一份简历犯的很多错误，他都犯了。首先结构，左右结构，而它这个左右结构呢，它左边的东西要比刚才那个简历左边的东西还要多，就看起来要更累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你看这个自然情况，咱不说这标题有没有问题啊，就说里边这个内容还是出生日期，政治面貌。然后还有这个户籍这3项，我觉得没有必要写，这都是跟上一个一样的问题，可能后续有一样的问题我就不多提了。获奖情况其实也是跟上一个问题差不多。个人爱好还好，就是他这个个人爱好，我们看只用了3个词6个字就解决了，然后也不啰嗦。自我评价也还 OK 吧，虽然他说什么熟练使用这些，但确实不夸张，这个表达呢很含蓄，不夸张，然后呢也不啰嗦，其实也还是 OK 的。但主要咱们看这个右边吧，右边他也是把自己的教育经历放在了最上边。可取的点就是他这话说的不啰嗦，主修课程他写出来了，他大概告诉面试官了，我大学是学这些的，而且这些东西我可能在我的工作中能用到，这一点是很可取的。但问题还是你没有必要把它放在最上边。这个教育经历可能还没有刚才那位同学亮眼，就是你如果把它放在最上边的话，其实是一个减分项。所以呢，还是建议你把下面这3项的其中1项放在上面。然后就是刚才我提到这3个东西没有必要分开写，而且是太啰嗦了。当然也有好的地方，我们看他这个教育经历的第1点，我们看到他引用了很多的数据，这个也是特别好，就会让人觉得，哎，你这个做的还是很专业的。但确实是太啰嗦了。就我个人从第1次看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读完过他这份简历，就实在是写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呢，从优化角度来说的话，希望能够把重合的内容是删一删，我们能用1句话解决的东西，千万不要写一堆话。这个简历呢是越简洁越好，而不是写的东西越多越好。你写了那么多的东西呢，不会让人更了解你，因为你多写的那些东西绝对不会有人看的。这位同学的简历我打分3.5分，差一点能到4分，主要就是太啰嗦了。稍微再把这个语言呢再提炼一些，少一些放户籍啊、政治面貌这种小错误的话，这个简历其实真的挺不错的。接着他这个简历来提一下照片的问题，有很多人觉得这个照片不要放，其实我个人觉得可放可不放。如果你的外貌你个人觉得是 OK 的话，我个人建议是放的，这绝对是一个加分项。有些人会说什么啊，外貌会让人给你贴上标签呐，会忽视你的能力啊，不会的。我坦诚的跟大家说，很多场景下的招人，如果你外貌好的话，它一定是加分项。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外貌好是一个减分项，那绝对这个人是在骗你，在忽悠你。如果你外貌不好的话，是不是减分项不一定，但外貌好的话一定是加分项，这就是实话。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啊什么不尊重人呐，或者是什么那个不公平啊，你可以随便的说，但在很多时候社会的事实如此，我们没有必要就说啊，为了显得自己多么高尚，就非得冠冕堂皇的说这些话。我是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可能这就是一句实话，事实就是这样。那如果你的外貌 OK 的话，那你就放上照片，这没有任何的问题。照片放什么照片？去专门的这个拍照的地方去拍一个职业照，不要放自拍，不要放大头贴，不要放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第3个简历是目前为止看到的问题最大的一个简历，它用的是 Word 的格式。我们投简历的时候一定要使用 PDF 格式，这样的话，不管对方用什么版本的 Office 或者是 WPS 或者其他东西打开，你的样式都是统一的。如果你用 Word 的话，一旦出现不兼容的情况，你所有的样式就全乱了。另一个就是你用 Word 会让人觉得你很不专业，这是一个常识。正常来说的话，我作为招人单位的时候，我是不会点开这个简历的。那我们现在点开的简历，看看简历里边有什么问题，问题也很多。首先就是这个简历，它有个大标题叫个人简历，及时止损 ，timely stop loss 啊，好，无所谓。这种东西就是我直说吧，就会让人觉得有点土。这个样式就很古老，不是现在的这个设计思路来做出来的东西。确实提升空间很大嘛，就完全需要换一个思路来做。然后包括基本信息也是很多的问题，之前也提到了，咱也不说了。但这个简历乍一眼一看，它有个特别大的问题，你最核心的东西项目经验你只写了2句话，但你的技能特长你竟然写了这么多。你这个技能特长你写了这么多的东西，我觉得你全会，但你体现到你项目上的东西却只有2句话，而且你这个项目经验里边没有写你的结果，没有写你的实现过程，数据支撑
上完全没有，连个线上的东西，连个链接都没有。当然，你第二个是静态页面可能没有线上的东西，对吧？但你也完全没有写出来你做的这个东西，你的思路啊、收获的东西啊、结果啊，全都没有。那我在这个简历里边，我得不到任何信息，我不可能招你到我的公司实习也好，或者工作也好，那是不可能的。面试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也很小。自我评价这段话看一下吧，就本人乐于学习，善于思考和钻研，是钻研不是钻研。就整体来说的话，这个简历的提升空间确实还挺大的。这位同学，我觉得你应该去重新思考一下你这个简历思路。最主要不是你做简历的方法，最主要的是你的内容没有，就是你现在没有足够的项目经验。那针对这一点呢，我可能下一期做简历的这个视频里边会去聊怎么去丰富我们的简历上的内容。这一期我们就不多赘述了，要不然的话就时长爆表了。这个简历呢，我只能给最低分1分了。希望这位同学像你写的那样，赶紧及时止损，赶紧解决问题，不然的话，这个简历真的是会让你错失很多的机会。然后我们看第4分，第4分是我觉得今天所有简历里边整体结构是最好的，它的这个板块的划分也很明确，思路很明确，然后基本信息其实还好，废话不多。然后这个又是把教育背景放上面的，这个是属实没必要。然后实际经历我们看到，它确实在里边，虽然有些数据很牵强啊，但是确实加了很多很多的数据在里边。然后呢，把这个整个项目的过程啊、思路啊，还有结果都写清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表达的过程中，它的语言特别的简洁，几乎都是1到2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它没有多说任何的废话。所以呢，总的来说，这份简历我觉得是目前来看今天看的里边的成色最好的一个，我能给到4分吧。